娘亲，娘亲，这是什么？沈飞看到小福宝拿着那本书，不在意的道：“这本书描写的就是幽州城，只不过我们那个时代的幽州不叫这个名字，叫帝都，是国家的首都。”首都？就是像长安城一样，只不过后世的皇宫在幽州。小福宝想到现在的幽州城和后世的帝都比起来，差的真不是一点半点。他摊开世界地图，娘亲，这个舆图好详细啊，这个要怎么看？小福宝觉得大禹朝的地盘已经很大了，可是看到手上的舆图，感觉这里好些地方他都不清楚，而且名字也变了。仔仔，这个是世界地图，在大禹朝之外还有好些国家呢。来，你看，咱们的大禹朝在这个位置。沈飞开始给小福宝讲华国地图的分布。其实大禹朝的地图要比后世的华国地图要小一些，至少东三省和藏区等地是没有的。仔仔你看，后世的华国地图像是个公鸡的形状，但是大禹朝的地图是没有鸡头这部分的。小福宝皱着小眉头仔细地看着地图，这鸡头的部分不正是鲜卑的地盘吗？看来这本就属于他们大禹朝的地盘，那继续攻打鲜卑就理所当然了。小福宝的小拳头紧紧地攥着，心里下了个决定。小福宝和沈飞在这边收钱，唐之灵人则是去了医馆。他也是没想到会见到唐之义。唐之灵一早起来就被叫走了，他被叫到医馆的时候人还有些惊诧，但是等见到浑身没有一块好肉的唐之义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二哥，你怎么样了？唐之灵讨厌唐夫人，讨厌唐世子，但是不讨厌唐之义。唐之义小的时候虽然不爱搭理他，甚至还会躲着他，但他从来没有欺负过他。甚至唐之轩欺负他的时候，唐之义还会帮忙劝阻一些。唐之义此时是昏迷不醒的，大夫们也是小心的给唐之义包扎伤口，他根本就听不到唐之灵的喊声。唐之灵的心里有些酸痛，他还记得刚出征的时候，唐之义是那么的英姿勃发。他搞不懂唐国公为什么没有照顾好他的。唐之灵的眼光看向刑部的官员，这人你们是在哪里找到的？还有，他的伤是你们动的手吗？唐侯爷，下官也是今早才到的幽州，发现唐之义后就立即把您请过来了。还有，您看唐之义的伤，这伤痕一看就是有些日子了。下官猜测他受到的酷刑已经有一段日子了。窦大人说的对，只是他这些伤是谁造成的呢？或许唐之义是发现了什么秘密，才被人如此虐待。下官觉得现在当务之急是救醒唐之义。好，还请大夫全力救治。大夫们也已经听到了两人的谈话，知道唐之义是重要的犯人，也不敢耽搁，手上的动作更快了。老大夫这时却是开了口：病人的伤很重，而且还失血过多，恐怕很难救回来了。唐之灵想到沈飞神奇的药剂，没有多担心。窦大人，人包扎好之后，我先带回幽州王府吧。唐侯爷，王府不是审问犯人的地方，唐之义是唐志忠的嫡子，是要犯，还不能离开监牢。唐之灵也不强求，他可以回去拿药。好，那人你先带回去吧。唐之灵离开之后，就急忙返回了幽州王府。谁料沈飞和3个孩子都不在，唐之灵心中急切。武丹、武阳，你们出去看看，夫人去了哪里？侯爷，夫人和少爷小姐出门了，徐总管陪着一起去的。啊，徐慧，他什么时候成了总管了？唐之灵和其他先皇的儿子一样，天然就不太喜欢徐慧，主要是这人的容貌太过妖孽，就算是个太监也很难压住他的风采。皇上和其他皇子是怀疑徐慧曾是先帝的面首，因此对徐慧这人很讨厌。唐之灵则是单纯不希望沈飞身边出现容貌出色的人，他可是了解沈飞的个性的，他的小娘子是个看脸的。是的，侯爷。什么时候出去的？有多久了？有2个时辰了。时间可不短呀，这人是去了哪里？这时候院门外传来了动静，唐之灵快步走了过去，把院门推开，就见到了背着箩筐的沈飞。你们这是去了何处？快来，把2个小妞妞接过去。唐之灵动作熟练地把背筐抱在怀里，嘴上还是坚持问道：你出门了，怎么没和我说呢？
我还怪担心呢。仔仔送了我一份大礼，一会儿也给你看看。沈飞高兴地走在前面，另一边还牵着小福宝。唐之灵抱着箩筐快步地跟了上去，一家人回到了室内。护卫到了院内就不再继续跟着，都是找个角落隐藏起来了。徐慧也注意到了唐之灵的视线，他觉得自己和先皇的几个皇子犯冲，所以他有意地避着刚才唐之灵的视线。看来他不能经常出现在夫人身边。徐慧不知道他的这个决定有多正确，否则回到京城他就要被赶走了。沈飞，你的药丸还有吗？我想给唐之意吃一碗。唐之意受伤了？是的，他受到了酷刑，身上没一片好肉。是衙门审讯人动的手吗？唐之灵摇了摇头，把在医馆看到的事还有刑部官员说的话都讲了一遍。窦大人说，唐之意这遭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唐之意身上的伤确实有不少旧伤，看着日子不短了。沈飞摸着下巴，感觉很怪异。按理说唐之意是唐国公的儿子，还在唐国公的麾下，不应该有人这么对他呀。唐之意现在昏迷，我觉得一切要等他醒过来亲自开口才行。行，我还有药丸，你给他吃1颗就行。那太好了。沈飞觉得这个唐国公有问题，他还不知道唐国公已经被他儿子给咔嚓了。唐之灵，你去拔几根唐之意的头发，我给他和唐国公做个实验，看看唐国公是不是他亲爹。唐之灵闻言心里一动，是呀，或许唐之意也不是唐国公的儿子，否则父亲不会对儿子这么狠。唐之灵可是见过唐国公对拓跋玉的模样的。好，那你好好实验一把。小福宝看着夫妻俩叽叽喳喳的在那边分析，无奈的摇了摇头。不过他并没有提醒这小夫妻俩，他现在除了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之外，也是不想在娘亲面前暴露太多。他要在娘亲面前当个快乐无忧的仔仔。小福宝蹬掉小鞋子，爬上床之后坐在2个妹妹身边，然后拿起那张世界地图好好的研究起来。在小福宝看来，剩下的事都是些细枝末节的小事，交给下面的人办就好了，不必他亲自操心。小福宝看着地图上的板块，心中一片火热。他从前只把视线放在了北面，现在发现南边也是大有作为呀。经过他仔细对照，发现大禹朝的领土不仅缺少鸡头部分，就是鸡屁股这边也缺了不少。小福宝的小手轻轻地敲击着地图，藏区这部分现在还叫吐蕃，吐蕃距离益州可是很近的。老三这么好战，总让他闲着也不好，都闲出野心来了，看来是该让他动一动了。太子这小子胆子真是太大了。没错，太子把小福宝的作用隐去了，直接说他下令处死的唐国公。皇上气得在大殿上转圈圈，他觉得还有好些疑问没有解开，想亲自审问唐国公呢。可现在倒好，人直接变成了尸首，这他问谁去啊？皇上，不知道太子在信中提了什么？太子竟然直接处死了唐国公。皇上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原因？太子可不是莽撞之人。皇上一想也是，他急忙把折子剩下的内容看完了。看完之后，皇上的心情有些复杂，复杂中又带着些欣慰。太子真的是长大了，想得比他这个皇上都周到了。恭亲王，你看看吧。恭亲王接过太子的折子，最先看到了唐国公被下令处死的事。等看到后面的原因，恭亲王的眉头舒展开了。等看到太子推荐的人选，恭亲王顿时觉得眼前一亮。皇上，太子建议的人选也是十分的合适啊。算那小子还有点用。皇上心里还是很满意的，这证明他大禹朝的接班人能力不错。皇上欣慰的同时又觉得后继有人。皇上觉得当皇上不是啥好活，他或许可以考虑早些退位，把位子给太子，到时候他就悠闲的当太上皇，不仅有人批奏折，还有人处理烦躁的国事。他是太上皇，不仅能管着皇上，还有时间去行宫玩耍，那日子也是悠闲得很呢。皇上自从吐血昏迷之后，想法也是转变了不少。可是皇上不知道，太子也是这么想的。他自从出来之后，觉得外面的世界可比长安城那屁大点的地方好玩多了，外面的花花世界也吸引着他。此时小福宝正把自己的想法和太子说着。
太子，等鲜卑的地界收回来之后，可以建成咱们大禹朝的粮仓。小福宝听了沈妃说的，后世的东三省可是产粮大户，还有北大荒的地方，一大片的土地都是可以耕种的，粮食产量不输江南等地。收回来？说的好像鲜卑的地盘原本就是他们老楚家的一样。那些地盘本来就是咱们家的。好吧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太子，去给前线的小陆将军去信，让他加快动作。太子抽了抽嘴角。好。小陆将军带领大军北上，很快就和曾经唐国公留着继续北上的军队会合了。赵参将，终于是见到你了。赵参将正是继续攻打鲜卑大军的主将，如今已经38岁，有多年的战斗经验。他看到年轻的小陆将军，挑了挑眉头。他佩服陆修陆老将军，但是小陆将军在他眼里还是个小辈。但是小陆将军生得好，所以能得到皇家的重视。小陆将军，是您接受北翼的指挥权吗？唐国公啊！赵将军，唐志忠叛国，如今已被正法了。怎么会？赵参将的拳头紧了又紧，他们赵家这一代能不能东山再起就靠他了。他在战场上这么拼命，就是为了争取军功，让他们赵家重新站在朝堂上。难道他的努力全都白费了吗？他是跟着唐国公一起出征的，如今唐国公叛国，他会不会被当成唐国公的同伙？我真的不知道唐志忠有叛国的心思。小陆将军已经接到了太子的信件，也知道唐国公部下的交代。他清楚赵参将不是唐国公的同谋，所以才派他继续北上对敌。赵参将放心，太子已经知道你的情况，唐志忠和你是没关系的。谢太子殿下，谢陆将军。赵参将，唐志忠的案子牵涉很广，你的军队中一定还有唐志忠的余党，希望赵参将配合我找出那些人。陆将军放心，我一定把人都给揪出来。小陆将军对于很上道的赵参将也很满意，两个没多熟悉的人现在像是认识多年一样，开始交流信息。几天后，军中唐国公留下的人手就全被揪了出来。小陆将军非常满意，这些人全都被关押在一起，等着押回幽州，等候刑部官员的审问。小陆将军已经收到了太子送过来的新舆图，这上面的标记要更清晰，山川河流上面标记的都清清楚楚，而且上面还标记了曾经是大禹朝的地盘，如今被鲜卑人和东突厥侵占了的地方。小陆将军最开始还非常疑惑，因为他有记忆以来记得这些地方好像就不是大禹朝的，祖祖辈辈都是属于鲜卑人的。可是现在太子说那些都是大禹朝的，让他尽快的拿回来。小陆将军也是摸不着头脑，但是军令如山，能够开疆拓土建功立业就是他们军人的职责。报！将军，发现一名可疑的人。把人带进来。这是何人？将军，属下发现这人好似是唐国公啊。什么？唐国公？他记得唐国公已经被处死了。小陆将军快步地走到脏污的男人面前，轻轻地撩起他的碎发。男人虽然苍老又脏污，甚至胡子还掺杂一些白色，但是容貌是骗不了人的。他和唐国公有7分的相似。你是谁？脏污的男人看到是小陆将军，张开嘴给他看自己的舌头。于是小陆将军发现这个男人的舌头没了，他心中震惊不已。他伸出手撩开男人的衣袖，发现他的2只手也是弯曲的像个鸡爪一样。他快速的又检查了男人的双腿，他是习武之人，知道这男人是被人打断了双手双脚，没有好好医治而造成这样的，而且看这样子年头不短了。你是唐世忠？脏污的男人缓缓地点了点头。小陆将军心中震撼不已，他没想到又出现一个唐国公，那之前造反又被处死的唐国公是谁？不行，这件事必须要尽快上报给朝廷。来人，先把人带下去，好好的看管起来。